沈朝音，你是战王府的正妃，不是海边讨生活的渔妇。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挽袖子卷裙摆，是嫌王府如今还不够难看吗？姐姐，母妃也是为了你好。王爷已经战败被流放，心里本就不好受，你若再把自己弄得满身海泥，让旁人看了笑话，王爷岂不是更难堪？王爷难不难堪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今晚全府63口人要吃饭，母妃和侧妃若是有别的办法，我现在就把袖子放下来。放肆！你如今连长辈的话都敢顶了。从前在京城，你便不如婉柔知理懂事，现在到了荒岛，倒是越发没了规矩。姐姐，你别同母妃置气。我们现在虽然落难，可身份还在。王府若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要了，以后王爷还怎么重新站起来？体面当然要紧，可人要是饿死了，就只剩一张草席。侧妃觉得是体面重要，还是先活过今晚重要？姐姐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重？我只是担心你不懂这些海边东西，万一吃坏了人，最后还不是王爷替你担责？那也比站在这里等着米袋子从天上掉下来强。王爷，姐姐说要下筛找吃的，妾身劝过了，可姐姐不肯听。母妃也是怕她有个闪失。觉儿，你来得正好，你看看她如今这副样子，哪里还有半点王妃的端庄？你确定这里能找到吃的？能，至少能让大家今晚喝上一碗热粥，不必守着那2袋发霉的糙米硬撑。姐姐从前在王府连厨房都少进，怎么突然懂这些了？人总是会变的，海里的东西可不是随便能吃的，若只凭一时冲动，怕是要害了大家。侧妃若担心，可以不吃，我不勉强你。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现在是王府正妃，一举一动都代表王府，你若真要做，也该先同王爷商量，而不是当着下人和岛民的面这样。我已经在商量了，王爷，我要下滩涂赶海，需要2个人帮忙，需要竹筐，需要一个能烧水的锅。找到的东西先给老人、孩子和伤兵吃，剩下的再分。你若觉得不妥，现在可以拦我。你有几成把握？7成。剩下3成呢？剩下3成，看他们愿不愿意听话。不会挖的别乱挖，不认识的别乱吃。涨潮前必须上岸。带2个人跟着王妃，她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属下明白。觉儿，你真由着她胡闹。她一个深宅妇人，能懂什么赶海？母妃，押送官差把我们丢在这里，只留了2袋霉米。若今日找不到吃的，今晚所有人都要饿着。他既然说能试，就让他试。王爷信姐姐，自然是好事。只是姐姐若做不到，大家空欢喜一场，怕是更难受。侧妃放心，我做不到的时候，自然会认。可在我认之前，你能不能先别站在岸上给我添堵？把鞋脱了，跟在我后面，别乱踩，海滩上有碎壳，划破脚就麻烦了。王妃，奴婢真的能帮上忙吗？奴婢以前从没做过这个，怕笨手笨脚拖累您。不会就学。你看着这种小孔，下面大多有蛤蜊。先用木棍把泥撬松，再用手摸，动作轻一点，别把壳弄碎。王妃，真的有，这里真的有吃的。王妃，这些东西挖出来就能下锅吗？不能直接下锅，要用海水养一会儿，让他们把泥沙吐出来，不然煮出来一锅全是沙。属下记住了。那螃蟹和海螺也能吃？能，只是抓螃蟹别伸手乱摸，被夹了别怪我没提醒。王妃，
那螃蟹会不会很凶？会，但它再凶，也不会比饿肚子凶。母妃，姐姐今日这样，倒像是故意做给王爷看的。王爷本就心软，若真让他出了风头，以后府里怕是更没人听您的了。他若真有本事，我倒也不说什么，只怕他逞一时能耐，最后还要绝儿替他收拾残局。原来的沈朝英或许会难过，可我不会。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最早的时候，我只是现代一个普通人。一次意外后，我穿进兽室，被海族捡回去养大。在那里，没人教我做端庄王妃，没人教我讨婆母欢心。海族只教我一件事：想活下去，就要听懂海。我在那里活了10年，也觉醒了水系异能。后来再睁眼，却成了大晋战王府不得宠的正妃沈朝音。萧绝与我并无亲近，也与林婉柔并无亲近。王府里人人都知道，我这个正妃只是圣旨摆在那里的体面。林婉柔虽是侧妃，却有太妃偏疼，日子比我好过得多。可现在，王府的体面被一道流放赵之思的粉碎。谁能让大家吃上饭，谁说话才有用。王妃，这里又有一个，放进去。你再往左边泥2步，那里的泥更湿，下面应该还有一窝。王妃连泥下面有没有都能看出来。不是看出来，是听出来。水声不一样，泥里空的地方多，踩上去也不一样。真的有啊！哎，都别站着了，照王妃说的找小孔，动作轻些，找到就放筐里。谁要是不认识，先问王妃，别自己乱吃。王爷，您身上还有伤，礁石湿滑，还是别过去了。姐姐做事一向有主意，您在这里看着便好。我过去看看。侧妃放心，王爷只是看看，不用吓你。再说了，他是带兵打仗的人，总不至于被一块礁石吓住。石缝体可能有东西夹手，别把手伸太深。我知道怎么抓。你从真的学过这些？人饿到一定时候，就什么都愿意学。你在王府时，从没说过这些。王爷在王府时，也从没问过我会什么。王妃，这么大一只，它能煮一锅粥吗？能添不少鲜味。等会儿再找些海菜，粥就不会太寡淡了。王妃，若这片礁石里还有，我们今晚真能吃饱。吃饱不敢说，但每个人喝一碗热的，没问题。别让它爬出来，这东西跑起来不慢。奴婢看着他，他要是跑了，奴婢就坐在筐上。你们这些京里来的贵人，倒还真能从泥里摸出吃的。王妃，这是岛上的老渔民陈老七，旁边那个少年叫阿彻。王妃，这片滩涂看着平静，其实潮水涨得急。你们若只顾着摸东西，等会儿退不出来，可别怪老汉没提醒。多谢提醒，最多再过1炷香多些，水就会漫到那块黑窑。半个时辰后，这里就不能站人了。哎，你真会看潮啊！我们岛上好些年轻人但都看不准，你才来第1天，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阿彻，跟王妃说话客气些。没事，他问的挺实在。我不是会看这座岛，我只是懂一点海。懂一点海，可说不出这样准的话。王妃，你刚才摸蟹的位置也是看出来的？那片石缝背阴，有水流，有小鱼小虾，螃蟹爱躲。你们常年在海边，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那你知道哪里还有吗？我阿娘病了，家里今天也没米下锅。要是能摸2只螺，我拿回去给她熬汤。
你这孩子，休得胡言！你去那里，别翻大石头，就翻边上那几块小的。下面应该有海螺，但小的别拿，留着以后还能长。七叔，他说的准，这里真有。王妃，老汉问一句，你到底怎么知道这里藏着货？别怕海，你若听得懂它，它会养你。因为海会说话，你们听久了也能听懂。只是有时候人太饿了，反而不敢相信他还会给活路。又在说这些没边没劲的话，也不怕让人笑话。母妃别气，姐姐今日能找着吃的，已经算是好事了。只是她这性子实在太容易招人议论。能让大家吃饭，议论两句又不会少块肉。一个丫鬟也敢插嘴？母妃要罚他，也等他吃完饭再罚。他现在手里这筐东西，是今晚粥里的鲜味。够了，今日谁找到吃的，谁就有功。王府已经不是在京城的时候，不必事事拿旧规矩压人。王爷，母妃也是心疼王府，您别为了姐姐同母妃置气。婉柔，母妃身体不好，你扶她回去歇着。这里海风大，不适合久站。这只是第一天，他们不会因为一筐海货就征服我，但无所谓，一筐不够就一锅粥，一锅粥不够就一片鱼肠。叫所有能动的人过来，再挖一炷香，潮水上来前必须撤。回去后先烧水，蛤蜊吐沙，螃蟹洗净，海菜挑嫩的留着。王妃若真懂海，明日敢不敢去礁石湾看看？为什么不敢？那边暗流急，船容易翻，还有人说外海的海寇常从那一带过。海寇、暗流、礁石湾，这座岛果然不是单纯的荒岛。先吃今晚这顿饭，明日的海，明日再看。沈朝英，你到底还会多少东西？王爷以后会慢慢知道的。王妃，这些真够全府吃一顿吗？奴婢看着不少，可人实在太多了。想吃饱当然不够，但熬成粥，至少能让大家肚子里有点热乎气。王妃，属下以前在军中也挨过饿，可从没想过这海泥里还能挖出粮来。海边人靠海吃饭不丢人，只不过你们从前不缺米粮，所以没把这些东西当饭。王妃，这些贝壳要怎么弄？总不能连壳一起丢进锅里吧？先拿海水养着，让它们吐沙。螃蟹刷干净，海菜挑嫩的洗。锅里先煮米，米少就多加水，等粥滚起来再下海货。王妃说的这么清楚，倒像是从前真做过。我家王妃会的多着呢，刚才那只大蟹还是王妃亲手从石头缝里摸出来的。可太妃那边向来吃得清淡，若嫌腥怎么办？咸腥就少盛一点。今日不是在京城办席面，没那么多讲究，能入口能活命就是好饭。沈朝英，你如今倒是会说了。王府落难，不代表你能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糊弄长辈。母妃，姐姐也是一片好心，只是她从前没有管过膳食，许多事想得不周全。等会儿若味道不合您口，妾身再想办法。侧妃还有办法，那正好说出来，让大家都听听。我只是说，若母妃吃不惯，我可以把梅米多淘几遍，再给母妃熬一碗清粥。那2袋梅米，
最多撑2日。侧妃若真心疼母妃，就该想办法让她多吃些能养身子的东西，而不是守着一碗清粥讲体面。你这是怪婉柔？我不怪她，我只是提醒她，话要落到实处，不能每次都是我下海，我挖泥，我做饭，她站在旁边说担心。姐姐若觉得我碍眼，我走便是。只是母妃身子不好，我多说2句也是怕她受委屈。你别走，你既然这么孝顺，就留下来帮忙。海菜要挑，蛤蜊要洗，螃蟹要刷。侧妃总能做一样。她身子弱，哪里做得了这些粗活？那就让她坐着陪母妃。你带2个人去烧水，先把锅刷干净。韩照，劳烦你让伤得轻的人帮着劈柴。孩子和伤兵先别过来挤，等粥好了再叫。快！王妃，她一直动，奴婢看着心里发慌。她若不动，就不新鲜了。那她夹人疼不疼？疼，所以你别把手伸到前面。你要真怕，就让韩昭来。我来吧，属下一个拿刀的人，总不至于怕一只螃蟹。韩侍卫你可拿稳些，他比我还凶。他确实不太讲道理。王爷来的正好，等会儿分粥，需要你的人维持秩序。老人、孩子、伤兵先吃，其余人排队，不许抢。已经安排好了。不安排好，等锅一开，大家饿极了，容易乱。你从前管过这么多人？在梦里管过。梦里也有海？有，还有比这里更凶的巢。那这锅粥能信吗？能。王爷若不放心，第1碗我先喝。不必，你若真想害人，不会先饿着自己下海。娘，好香啊，是不是能吃饭了？快了，再等等，别去闹王妃。清河，拿碗。王妃，粥还没完全好，先喝点热汤垫着，不急。先盛一点汤，给那几个孩子润润喉，不要盛杯肉，太烫。姐姐倒是会收买人心。侧妃要是愿意，也可以去收买。那边还有柴，劈完了，大家都会感激你。沈朝音，你非要句句带刺吗？母妃误会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现在谁肯干活，谁就能得人心，这很公平。王妃说的没错。觉儿，你今日是铁了心护着他。我护的是能让大家吃饭的人。王爷，妾身知道自己没用，不像姐姐能下海，也不像姐姐能在众人面前说得头头是道。可妾身只是担心母妃，难道这也错了吗？担心母妃没有错，可现在不是在京城，王府上下都要活。
你若不想做事，就安静些，别让做事的人分心。王妃，奴婢从没闻过这么香的粥。原来这些贝壳煮出来不只是能吃，还这么香。因为饿了，人饿的时候最知道什么叫好东西。这东西真能入口？能。若母妃不放心，我先喝一口。母妃，若觉得不适，千万别勉强。姐姐也是第一次做这些，不一定合您的胃口。味道倒也没有想的那么怪，那就是好喝。姐姐今日确实辛苦了，只是这种东西偶尔吃一回还好，总不能日日都靠它过活。当然不能。所以明日要看潮，看鱼群，还要找能晒盐的地方。只靠赶海是养不活全岛的。你还想做什么？现在说了，王爷也未必信。等明日先看看海给不给面子。还给不给面子？对，若明日鱼群靠岸，我们就能多撑几日；若鱼群不来，就得另想办法。王妃，鱼群还能提前知道？能看出一点，看潮线，看海鸟，也看风。今晚如果海鸟往东边聚，明日清晨礁石湾附近多半有鱼。王妃，礁石湾可不好去，那地方暗流急，外地人去了容易出事。所以才要找熟路的人带。你想让我带你去？不是现在，你可以今晚慢慢想。若明日真有鱼，我分你3成。王妃，我也能去，我水性好，礁石湾我去过。你少添乱，那地方不是小孩子去玩的。我都15了，哪里小了？再说我阿娘还病着，家里也要吃饭。想去可以，但要听指挥。你若不听，我宁愿不要你带路。我听，我保证不乱跑。王妃，这孩子倔得很，若真让他去，我也得跟着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日清晨退潮前到海边等我。我也去。王爷，您的伤还没好，怎么能一早去海边吹风？姐姐要找鱼，让下人陪着就是了，您何必亲自去？觉儿，婉柔说的有理，你是王府的主心骨，不能为了这些小事折腾身子。这是小事吗？不是。若明日能找到鱼群，王府能多撑几日；若找不到，大家还得继续挨饿。那我去。先吃饭，明日的事，明日再说。明日的事情。王妃，您听见了吗？他们都说您厉害。听见了。那您高兴吗？高兴，但别高兴太早。今晚只是第一顿，后面还长着呢。奴婢不怕，只要跟着王妃，奴婢觉得这荒岛也没那么吓人了。水面下有细密的震动，一层一层往岸边推，不是涨潮那么简单。
那是鱼群靠近前，海水被大量游动的鱼尾搅出的动静。明日清晨真的会有鱼，而且数量不少。母妃，姐姐今日太出风头了。王爷从前从不管她，可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护她，若再这么下去，王府里还有妾身的位置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明日若他真要去交10万，母妃不如拦一拦。他现在不过是运气好，若让他再立功，王爷怕是真要把所有人都交到他手里了。原来他怕的不是我出事，他怕的是我不出事。王妃，奴婢没睡过头吧？昨晚您说今日要去海边看鱼，奴婢怕误事，天没亮就起来了。你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还说没误事？奴婢就是太高兴了。昨晚大家都喝上粥了，今早院里好多人都在问，今日还能不能有吃的？能不能有，要看海给不给脸。那海要是不给呢？他不给，我们就想办法让他给。王爷这是打算亲自下海？我不下海，只跟着看看。你昨日说今日若有鱼群，王府能多撑几日，这事不小。你伤还没好，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。王妃这是嫌我碍事？不是嫌你碍事，是怕你真碍事。若我碍事，你可以直接说。那我先说清楚，到了海边别拿王爷身份压渔民，他们比我们熟这片海。还有，不认识的船别靠近。礁石湾那边暗流急，谁都别逞强。听你的。也许他不是信我，他只是信活路。王爷，您真要跟姐姐去礁石湾？昨夜母妃担心了一整晚，今早连粥都没用几口。觉儿，你是王府的主心骨，沈朝英想折腾，由着他带几个下人去便是，你何必亲自跟着？母妃，今日不是他一个人。姐姐昨日能找到海货，妾身也替她高兴。可赶海和出船不一样，姐姐毕竟不是岛上的人，若判断错了，岂不是把大家都带进险地？侧妃说的有道理，所以我今日不强迫任何人去，愿意去的跟我走，不愿意的留在岛上。若我判断错了，我回来认错；若我判断对了，今日打上来的鱼，先分给昨夜干活的人。沈朝英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没跟着你下海的人就不配吃饭？配吃，可多劳多得也不算错吧？昨天有人挖杆粒，有人洗海菜，有人劈柴烧水，也有人站在岸上看了一整夜。母娘觉得两边该分的一样多吗？姐姐这话说的，倒像是在怪我没有下泥一样。可我若也去做那些粗活，谁来照顾母妃？那侧妃今日继续照顾母妃，我们去找鱼，你们守着院子，大家各有各的事，只要别在后面拖着不让人走，就都算帮忙。就这么办。王妃，侧妃是不是不想让您去啊？她不是不想让我去，那她想什么？她想让我去不成。她怎么能这样？昨日若不是王妃，大家都要饿着肚子睡。她就算不帮忙，也不该盼着您出错。人心就是这样，有人盼你救命，有人盼你摔跤。那王妃不生气吗？生气也不能当鱼吃，等会儿多捞2网，比骂他10句都管用。奴婢记住了，能用鱼打脸，就不用嘴吵架。王妃，老汉先把丑话说在前边。礁石湾那边水道窄，暗流多，若今日没鱼，咱们就立刻回来，不能硬撑。可以。还有，船上听我的，海上的事儿不比岸上。你昨日能看潮，不代表今日能长船。船上听你的，鱼群听我的。七叔，王妃这话说的挺公平，你管船，他管鱼，这不正好吗？你少贫嘴，等会上了船，不许站船头，不许逞能，听见没有？王妃，你看，七叔老说我小，其实我水性可好了。去年东湾翻船，还是我把二牛哥拖回来的。水性好也要听话，海不怕胆大的，只怕不听话的。你要是乱来，我下次就不带你。我保证听话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你跟岛上的人都熟？主啊，岛上就这么大，谁家几口人，谁家船漏水，谁家网破了，我都知道。那正好，以后若要做事，你用处不小。王妃以后还要做什么？先把今天的鱼弄回来，
以后再说以后。妃，老汉还是不明白，你昨夜说今日鱼群会靠岸，凭的到底是什么？若只是看风看鸟，那也只能猜个大概，不能拿全船人的命赌。你看那边的海鸟飞得低却不落水，说明底下有小鱼，但鱼群还没完全浮上来。还有风，今日是往湾口推的，鱼群会被逼近礁石湾外侧。你说的这些，老渔夫也能看出一点，可你只来了一日，怎么能看得这么细？我说过，我懂一点海。海里的每一种动静，大鱼逃窜、暗流撞上礁石、潮水回卷都不一样。水在告诉我，鱼来了。上船吧，再拖下去，鱼群就要往外散了。好，今日老汉就信王妃一回。你留在岸上，等会儿若真有鱼，让人准备木桶和盐水。还有，别让人乱挤到码头边。王妃，奴婢也想跟着您。船小，人多了不稳，你留在岸上比跟着我有用。那奴婢一定把岸上安排好。王妃，您千万小心。母妃，姐姐今日若真找不到鱼，王爷也该知道，她昨日只是运气好。几位大哥别紧张，咱们这船虽然旧，但期数补过好多回，不会轻易散。你这话听着更吓人。阿彻，你不会说话就闭嘴。人家是战场上下来的人，不怕刀枪，还能怕一条船？刀枪在地上，船在水上，这能一样吗？若不适应，坐下。属下能成。王佐，不要贴近那片白浪，下面有暗礁，浪碎得太急。你连暗礁也看得出？浪花不对。水下的动静清楚了，鱼群就在前面，很多。停，不是下网，往前再走3丈，然后横着下。鱼群不是从湾里出来，是从外侧被风赶进来的。可那里水急，网容易被带偏，所以要横下，不能顺着水走。阿彻，你待会儿盯着左边浮子，一旦浮子往下沉就好。我们做什么？你们别急着动，等网收紧的时候再帮忙拉，别一开始就乱用力。你安排得很熟。王爷不是说听我的吗？那就少问，多看。王妃，若这一网空了，岸上那些人怕是又要说闲话。他们现在也没少说。您不在意？在意没用，网里有鱼，他们自然闭嘴。网里没鱼，我说再多也没用。你一直都是这样。哪样？不争一时口舌，只看结果。也不是，以前我也吵过，吵不过还哭过。后来发现海里没人听你哭，只有你自己游上岸才算赢。浮子动了，真有东西进网了，是一群。是一点，左边沉下去了，快，网要绷住了。别急着收，先让他们往里走。韩照，压住右边绳。王爷，你让你的人坐稳，别全往一边偏，船会翻。都听王妃的，稳住船身。七叔，真的是鱼群，好多鱼！我就说王妃厉害吧。收，慢慢收，别让网破了。你说对了。还不算完，这只是第一股，后面还有。陈老七，别把船压太沉，先送一部分回岸，再回来下第2网。听王妃的，把桶推过来，别让鱼压坏了。今日岛上是不是能吃鱼了？能吃饱吗？若第2网也顺，至少老人孩子能吃饱。那我阿娘也能喝鱼汤了。给你留2条刺少的。多谢王妃。有鱼！王妃真的带有鱼回来了。这么多鱼，都是王妃找到的。排队搬鱼，不许乱抢。王妃说了，先送一部分去灶棚，剩下的用海水养着。木桶都准备好了，王妃说要盐水，我也准备了。姐姐今日真是让人意外，看来昨日不是运气，是姐姐确实有些本事。侧妃不用这么勉强夸我，你要是不想夸，可以不说话。姐姐误会我了，只是这些鱼来的突然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住。侧妃若真心高兴，可以去灶棚帮着挑鱼。够了，婉柔身子弱，做不来那些。那就还是坐着吧，反正今日鱼多，也不差侧妃一双手。今日事多，别哭。王爷这句比王妃还扎心。收网，快，稳住右边，别让网挂礁。王妃，老汉服了。你不是只懂一点海，你是比我们这些在海边活了一辈子的人还懂。不是我比你们懂，是你们被这些年的苦日子吓住了。你们知道哪里有鱼，可怕船，怕海寇，怕捞回来也被抢走。王妃说的对，以前岛上也有鱼，也有盐，可海寇一来，什么都没了。让他们看着，比跟他们吵有用。七叔，你看那边。那是谁的船？
王爷，王妃，那不是我们岛上的船。七叔，是不是海寇的人？鱼群来了，麻烦也跟着来了。七叔，他走了，我们要不要追？他肯定是海寇，肯定是不放弃了。拿你这2条腿，还是拿我们这条漏风的破船？那也不能这么看着他走啊！他要真是海寇，过几日带人回来怎么办？他今日不靠岸，说明只是来探路。他看见我们捞了这么多鱼，也看到阵多，未必敢直接动手。短时间是多少？说不好，3、5日、10来日都有可能，要看他们觉得这座岛值不值得抢。可今日这么多上岸，若被他们盯上，以后就麻烦了。岛上没有守备。王爷，这里是流放岛，官府把人丢来就算完了，谁管我们死活？岛上能打都在海寇来的时候躲山里，哪来的守备？若海寇真来，王爷就不伤得上，现下能拿刀的不过20余人。先回去，不想办法吗？海寇要抢什么，我们就先弄清楚自己有什么，他们怕什么，我们再慢慢补什么。王妃这话像是已经有主意了。有一点，但还不够。今日的鱼能救急，救不了长久，所以不能只捕鱼。对，要养鱼，要晒盐，要修船，要把这座岛变成海寇不敢随便碰的地方。王妃，你是说我们以后不用天天赌运气出海，也能有鱼吃？对。若鱼篮建起来，浅海里养着鱼，潮来潮去都是我们的粮仓。北海养鱼，老汉年轻时听外地船商说过，可那得要木桩、绳网，还得懂潮水。所以要找你。找我？你属岛上的海湾，也属渔民，我懂潮水和鱼群，但我不认识这里每一片礁石。我们各做自己擅长的事。行，还有我能下水，也能带路，我跑得快。你能不能先把你阿娘的药喝完再逞能？七叔，我阿娘喝药又不是我喝药。你也来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做事可以，逞英雄不行。我听王府的。姐姐今日带回这么多人，是又有什么安排吗？沈朝音，王府如今已经够乱了，你别什么人都往这里带。我们是流放，不是开善堂。母妃误会了，陈叔是岛上最熟海况的人，阿彻水性好。以后赶海，今日捕鱼，明日要做什么？你是王妃，不是渔村管事，身份不能下锅。昨日那锅海鲜粥，今日这些鱼，都是这些鱼虾船网换来的。若没有他们，王府上下现在还守着2袋煤米。姐姐说的也有道理，只是你如今事事都要插手，连岛上的渔民也带进来，难免会觉得王府全靠你一个人撑着。侧妃这话说反了，王爷若是主心骨，就更该知道，不是把所有人关在院子里等死，才叫顾及王爷脸面。连婉柔也不放在眼里了。王爷觉得我是在给你惹麻烦吗？不是，鱼是你带回来的，粥是你安排的。今日若不是你，王府仍然缺粮。朝音不是在胡闹，他是在救急。救急可以，可他若仗着这点功劳，以后事事越过王府规矩，难道你也由着他？王府已经到了荒岛，旧规矩能用的留下，不能用的先放一边。如今最要紧的是活下去。救不了一世，我们要在这座岛活下去，甚至活得比以前更稳，就必须做4件事。哪4件？第一，晒鱼干腌鱼存粮；第二，找盐池晒盐，盐能自己用，也能换船木铁器布匹。第三，圈浅海养鱼养贝，不能每次都靠运气出海。第四，修好捕船，变成能护岛的船。王妃，这是不是说以后我们也能有自己的大船？现在说大船还早，先把破船立住，把盐晒出来。这几件事若真做成，岛上的日子会好过很多。可王妃盐池不是说建就建，王府的人愿不愿意下水还难说。愿意干活的，按日计工。鱼扒或盐或鱼翻物，老人孩子也可以做轻活，不会让谁白受累。王妃，这样好，大家知道自己做了多少，也知道能分多少，就不会乱了。属下的人可以先去砍木桩、搬石头，伤重的留在院里补网。倒是怨了沈朝音，你这不是做王妃，你这是要做岛主。侧妃，姐姐也是急着立功，因为没人管，大家大概没有。你不用替我往回圆，我确实想管这件事。若只是怕我立功，那就先忍一忍。姐姐为什么总要这样想我？我只是担心你太累，也担心王爷被人议论。那你今日可以帮我少累一点。什么？灶棚那边要晒鱼干，鱼得剖开，抹盐挂绳。侧妃不想下水，也不想搬木头，做这个总可以吧？婉柔身子弱，文不得行。那就记账，给侧妃一支炭笔，让她坐在檐下记，谁搬了木桩，谁补了网，谁晒了鱼，都写下来。奴婢这就去拿。这个不兴也不累。这个安排不错。既然姐姐都安排好了，妾身自然不会推辞。现在没必要争，账记下来，活做出来，比谁的嘴都清楚。王妃，这地方倒真适合，只是网太旧了，若遇上大潮，怕撑不住。先撑过这几日，等盐晒出来。木桩扎多深？这里，还有那边，不要排成直线，顺着水势斜着扎。潮进来的时候不冲网，鱼也不容易撞散。王妃，等鱼筐成了，我能不能带我阿娘来看？她肯定不信咱们真能把鱼养在海里。可以。那以后这里是不是就像一个大鱼筐？差不多，只不过这个鱼筐长在海里。你今日说要把渔船变成能护岛的船，嗯，你觉得能做到？能不能做到，
要看王爷敢不敢从头开始。我曾经带的是大境最精锐的骑兵，不是水兵。那正好。正好。骑兵讲速度，水兵也讲。骑兵要懂地势，水兵要懂水势。你会打仗，陈老七懂海，韩赵能带人，阿彻守水路，差的只是把这些人拧到一起。你把我也安排进去了。王爷不愿意？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人让我从养鱼开始练兵。王爷别嫌寒酸，大船和海军都是从第一根木桩开始的。好，那我等着看你的第一根木桩能扎出什么来。看，鱼真的留住了。第一根木桩扎下去，活路就不再只靠运气。留下了，王妃，你看，鱼真的留下了。你别拍，再拍都被你吓跑了。王妃，这是不是说明我们以后有自己的鱼了？只是开始。今晚留2个人守着，大潮前捡木桩，别让网松了。属下安排。荒岛不是死地，是没人会用。姐姐忙了一整日，真是辛苦。只是妾身看账上记了这么多人手，若于兰最后没成，大家岂不是白白折腾？不会白折腾，就算鱼篮不成，木桩还能用，旧网还能补，人也学会了怎么配合。只要学会一件事，就不算白干。姐姐总是这么有道理，难怪王爷如今越来越信你。侧妃若是想让王爷信你，也可以做点让人信的事。沈朝音，你如今真是越来越会拿话压人了。王妃，怎么了？于老那边不对。王妃，是属下失职。不是海浪冲的。当然不是。谁干的？这是大家忙了一整天才围好的。这人属水，也属你们守夜的位置，外人没这么容易摸进来。查。第一片鱼篮才刚建好，就有人不想让这座岛活下去。别去吵，现在谁声音大，谁看着都像心虚。王妃，那些话太难听了。鱼狼明明是大家一起辛苦围起来的，怎么就成了您的错？因为他们不敢怪海寇，也不敢怪自己守不住，只能怪最显眼的人。王妃，昨夜守玉兰的是属下安排的人，2个守卫都失去意识了，是属下失职。先别急着领罪，他们伤得重吗？不重，只是后脑受了轻微碰撞，醒来后说没看清人。那就是熟人，能走到背后行动，还没惊动他们，说明来人不是完全陌生。王妃是怀疑王府里的人？不是怀疑，是必须查。查，王府里的人，岛上的人都查。王爷不怕我查出难看的人？于兰是全府的饭碗，谁砸饭碗，谁就难看。王爷，昨夜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姐姐心里肯定难受。可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守夜的人，毕竟大家才刚到岛上，谁都不熟这里的情况。沈朝音，我昨日就说过，你一下子拉了那么多岛民进来，迟早要出乱子。你总该知道，人不是随便能用的吧？母妃觉得是谁毁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但你昨日那样大张旗鼓，谁都知道守夜的人有几个。若不是你行事不稳，何至于让人钻了空子？姐姐，可道理没错，你一个女子，何必把自己逼得这么紧？其实是想说，我没本事管。你怎么总把我的话往坏处想？我只是被人利用。我不怕辛苦，也怕你被人利用。姐姐是在说我吗？我说的是谁？查出来就知道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查清楚对谁都好。若婉柔无关，也能免得旁人议论。王爷说的是，妾身问心无愧，自然不怕查。只是姐姐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妾身怕她误会更深。侧妃放心，我查事情不查眼泪。你打算怎么查？先不声张，昨夜知道守夜换岗时间的人都列出来，还有鱼篮边留下的脚印不要踩乱，派2个人看着。被拔走的木桩和扯坏的旧网也先放着，别急着修。的话，剩下的鱼不就都跑了吗？已经跑了大半，剩下的也留不了多少。现在比鱼更重要的是找出人。让我去看脚印。我从小在泥滩上跑，谁的脚印轻，谁的脚印深，我多少能分出来。我也去。老汉认得岛上大多数人的脚印，若真是岛民干的，未必瞒不过我。好，你们去，但别乱抓人，回来告诉我。我知道，王妃放心，我不会冲动。你最好真知道。七叔，我在王妃面前说话算话。姐姐要看账，
昨日那些功分我都记得清楚，谁来了，谁没来，谁做了多少，我没有偏私。我知道你记得清楚，所以才要看。王妃，侧妃记得这么细，是不是想挑您的错呀？清河，我知道你护着姐姐，可我昨日是姐姐亲口安排记账的，我怕漏了人，也怕有人说姐姐分配不公，所以才记得细细。怎么到了你嘴里，就成了我挑错？清河说话急了些，但侧妃也别急着委屈，你这账记的细，对我有用。有用？对，昨日谁靠近过于江，谁中途离开过，谁知道守夜的人是谁，这上面都有痕迹。姐姐是想从账册里查人？不止账册，还要查盐。盐？鱼篮旁边的木桩被拔得很干净，说明那人下过水。可昨夜朝寻冷，走回来时鞋底一定会带湿泥和盐渍。王府住处离海边有一段路，若他回来没来得及洗干净，属下这就带人查各处鞋底和门前泥印。不要大张旗鼓，就重新分派人手，顺便查看谁鞋坏了，方便统一修补。这样不容易惊动人。你查案也会？不会查案，只是见过猎兽。猎兽？兽室里，梦里。你这个梦倒是什么都教。是啊，王爷以后要是睡不着，也可以试试。王爷和姐姐如今倒是越发有默契了。以前在王府，王爷可很少同姐姐说这么多话。以前王府不缺饭吃，王爷自然不用问了我怎么找粮。侧妃若想同王爷说话，也可以谈谈鱼篮，谈谈盐场，谈谈怎么防海寇。姐姐明知道我不懂这些，那就少拿这些事拐弯抹角的说人。王妃，脚印有问题，不是七叔他们村里人的脚印，那人穿的是王府发的旧布鞋，鞋底右边缺了一小块。王妃，属下查到一个人，厨房帮工刘平，鞋底右侧缺口，门前也有干了的盐泥。他昨夜说肚子疼，换缸前离开过一阵。人呢？已经带过来了。王爷，王妃，小的冤枉，小的昨夜真是肚子疼，出去了一趟，海边那么远，小的哪敢去拔木桩？那你鞋底的盐泥怎么来的？小的昨日白天也去搬过木桩，鞋上有泥很正常。不一样，白天的泥鞋底夹着的是夜潮后的湿盐泥，你骗谁呢？我真不知道。沈朝音，你不会只凭一双鞋就要定人的罪吧？我不凭鞋定罪。刘平，我问你，昨夜你拔木桩的时候用的是哪只手？小的没有拔。那你左手掌心为什么磨破了？鱼郎的藤绳粗糙，夜里又湿，你若只是出去方便，不会磨成这样。你若现在说实话，我还能替你向王爷求个从轻。若等韩照把你屋里翻出东西，小的真没有。韩照，搜！王爷饶命，王妃饶命！小的是一时糊涂，小的不是故意害大家，小的只是想着拔几根木桩吓一吓人，没想到鱼会跑那么多。你说的轻巧，那是大家忙了一整天围起来的鱼关，我阿娘还等着以后有鱼汤喝呢。别冲动，让王爷和王妃谁让你做的？没人让小的做，是小的自己一时糊涂。昨日你只搬了2堂木桩，中途离开过3次，第一次去了灶房，第2次去了柴房，第3次去了太妃院外。你若说没人找你，我不信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去太妃院外，难道就是婉柔指使的？我没说侧妃，是他说还是不说？姐姐，你若怀疑我，可以直接问，何必拿一个下人绕弯子？我昨日一直陪着母妃，根本没有去鱼浪。侧妃急什么？我还没问到你。小的真的不是受侧妃指使，小的昨日去太妃院外，是听见有人说王妃立了鱼篮，以后王府上下都要听王妃调派。小的心里干不了重活的可以做轻活，怎么会让你没饭吃？怕王妃以后只重用会下海的人。你还没说银子？什么银子？他昨夜不是一时冲动，鱼廊外侧的绳扣被割得很准，他知道拔哪几根木桩能让缺口最大。一个厨房帮工不会自己想到这些，除非有人提前告诉他，还给了他好处。说，小的真的不知道那人是谁。昨日下午有个戴斗笠的男人在柴房后头找小的，他说只要小的夜里拔几根木桩，让鱼篮成不了，就给小的银子。小的想着鱼篮毁了，王妃就不会再逼大家下海干活，一时糊涂才收了。你可看清那人要人长什么样？遮着脸，声音也压得低。小的只看见他手背上有一道郎中刀伤。所以那艘黑浮船不是来看热闹的，他们已经派人上岛了。既然不是府里人指使，那姐姐方才也算是误会大家了。只是海寇都摸上岛了，我们是不是更不该继续见鱼篮？后果只怕更重。他们不是因为看见这座岛有东西可抢才来的。可若我们不这么张扬，若我们不见鱼篮，不捕鱼，不晒盐，海寇不来，我们也会饿死。韩照，先把人看管起来，不得私刑，不得伤他性命。是，明日再按王府规矩处置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海寇比我们想会的更快，也更聪明。对，他们没有直接抢，而是先让我们自己乱。那就不能再只想着养鱼了。要晒盐，要换木料和铁器，还要有人守海。王爷，荒岛不能只有渔民，也得有能护渔的人。从明日起，韩照带人练水上巡守，你继续建鱼篮和盐场，我来管防备。王爷愿意从护渔队开始？你说过，大船和海军都是从第一根木桩开始的。王爷记性不错，不是记性好。是我也不想再输一次。鱼廊毁了，可以重建，可海寇已经把手伸进了这座岛。若我们再慢一步，下一次被拔掉的可能就不只是几根木桩了。
你们就不能慢一点？王妃说了，不急这一时半会儿。不急不行，海寇都摸上岛了，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再来？早布好一张网，鱼浪就多一分稳。那也先喝口水。你要是累倒了，王妃还得分心管你。那我不倒，我以后还要跟王妃学看潮呢。先学会听话，再学看潮。王妃，我这2日可听话了。七叔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韩侍卫让我守夜，我眼睛都瞪不敢眨。你昨夜明明打了盹儿，脑袋差点栽进水桶里。我那是低头看鱼，不是打盹儿。王妃，这真是盐啊！咱们以后不用靠官差给的粗盐了。这只是第一批，量还少，以后盐池扩大，能晒出来的会更多。王妃，可这样干净的盐能换到船木和铁器吗？能。只是如今海寇盯着，商船未必敢靠近，所以要趁海寇大举来之前，先换一批东西回来。船木要换，铁钉要换，弓弦也要想办法换。鱼栏可以慢慢修，盐场可以慢慢扩，但船若不加固，护渔队就只是岸上喊的响。属下去找王爷。第一批能出多少？满打满算能装6小袋，若只换普通粮食能撑一阵子，但我不打算换粮。你要换船木和铁器？对。可若不换粮，万一鱼群散了，岛上又缺吃的怎么办？鱼栏已经和贝场捡到小宁补上，粮要换，但不是第一位。海寇已经盯上我们了，现在最缺的不是一口饭，是守住这口饭的东西。听你的。姐姐，这是要把盐都送出去？不是送出去，是换东西回来。沈朝音，这可是王府流放到荒岛宰下的第一批盐，就要拿出去换那些木头铁器。换成船木和铁器，能加固3条船，还能做一批渔场和铁钩，所以要找熟船商，也要派人护送。哼，你倒是安排的周全。你有没有想过府里的人怎么办？我每日就想的是府里的人怎么办，正因为想过，才不能把盐捂在库里。你总是这样，只是觉得该稳一点。对方知道我们有鱼栏，有盐场，也知道王府人心不稳。可这也只是猜测，海寇未必真的会来。这2日巡海的人看见过2次黑帆船。王爷，对方不靠岸，只绕着礁石湾和西湾走。若只是普通渔船，不会这样避着人。那就更不能把盐拿出去，我们更该把东西藏好。藏得了一时，藏不了一世。海寇若真上岛，盐库、渔船都是他们会找的东西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把东西藏起来，而是让他们来了也抢不走。可万一你错了呢？我若错了，损失6袋盐；可若你错了，损失的可能是全岛刚攒起来的一点活路。你这是在吓唬我们？不是吓唬，是提醒。姐姐，你别这样同母妃说话。你如今得王爷信任，大家也听你的。可母妃到底是长辈，让她心里多难受。现在谈的是海防，不是后山委屈。他说海寇会来，你就信；他说盐要换，你也信。你别忘了，王府如今还有我这个母亲在。母妃，我可以孝顺你，但不能拿全府的安危赌。所以你觉得是我在害王府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王爷，母妃只是怕您再受苦。姐姐行事大胆了，可母妃定不经一诈。您若真要换盐，也该缓1日，让母妃想明白。缓1日，只是1日。姐姐若连1日都不肯等，倒像是故意逼母妃低头。姐姐，你看你自己也犹豫了。既然这样，就先把盐入库吧，等明日大家商量清楚，再换也不晚。不行，盐现在就要送走，越快越好。沈朝音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婉柔已经退了一步，只让你等1日，你还要怎样？母妃，等不了。为什么等不了？外海有船，而且不止1艘。他们吃水重，速度不快，像是宰了人。若我没听错，王妃确定尽快前就会靠近西湾。不能凭你几句玄乎话就让全府跟着乱。那就让巡海的人去看。现在出发，半个时辰内能带回消息。韩昭，派人去西湾高处。是。姐姐一句话，又让人跑去西湾。若次次都这样，谁还撑得住？侧妃，你若怕大家累，可以让你的人留下休息，但王爷的人必须去看。姐姐为什么非要把话说成这样？妾身哪里有自己的人？那你就闭嘴，别替王爷的人喊累。王爷，妾身真的只是担心大家。韩昭，去。好得很。如今这个府里，倒是你沈朝音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来。王妃，太妃怎么就是不信您呢？之前赶海、捕鱼、建鱼栏，您哪次说错过？不是他不信，那是什么？是他不愿承认自己一直嫌弃的人，比他偏爱的人更能救王府。那侧妃呢？她明明也知道您做的事有用，为什么还要拦？他怕我做的越多，王爷越不会看他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想着这些？所以他会坏事。王爷、王妃，西湾外确实有船，3艘黑帆船压着帆，藏在外江后面。若不是王妃提醒，我们的人根本不会往那边看。韩昭，护渔队集合，带守尾路的人去西湾。阿车呢？阿车在渔党那边守着。王爷，先别只守入院子，海寇若想试探我们，一定先动渔船。船没了，我们就被困死在岛上。分一半人去西湾码头。盐还在库里。现在才想起来，已经晚了。姐姐，现在不是怪母妃的时候。你既然早知道他们会来，应该还有办法吧？侧妃，拦我的时候，你让我别吓唬大家，
现在海寇真来了，你又问我有没有办法？我承认我方才不该来，可我也是为了王府本土。姐姐，你不能因为同我置气就不管大家了。你放心，我没你那么分不清轻重。怎么做？他们不会一上来就全力攻岛，今晚多半是烧船抢盐，试探我们的防备。护于对手码头，别追远。陈老七带人把能开的船先移到内湾，韩照守盐库，别让人趁乱动手。那你呢？我去西湾。不行，你留在这里调度。王爷，你的人不懂潮，西湾夜潮会倒灌，海寇若从外郊绕进来，只有我能提前听出来。你确定要去？确定。我陪你。王爷，您不能去，您是王府主心骨，若您出了事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不去，西湾守不住。月儿，母亲，留在院里，今晚无论听见什么，都不要乱走。你们都要回来。王妃，王爷，海寇真的来了！他们先点着了西边的渔船，七叔带人拦着，可他们船上还有人往盐场去了。王妃，他们不是全上岸，是分了两路，一队去烧船，一队往盐场摸。七叔带人拦着，可我们人太少，拦不住多久。带士根去西湾码头，先救船，能拖进内湾的拖进内湾，拖不走的把缆绳砍断，别让火连过去。别只看火，海寇烧船是为了逼我们乱。他们真正想抢的是盐，你分2个人去盐场后坡，那里有条小路，外人若找得到，多半是刘平那类内应透露的。属下明白。姐姐，你既然早知道海寇会来，为什么不早些把盐藏好？如今船也烧了，盐场也危险，王府这回怎么办？侧妃现在问我怎么办，不如先想想，白天是谁劝母妃扣下盐货，不让换船木和铁器？姐姐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怪我？我只是怕你太冒进，谁知道海寇真会今晚来？我知道，我提醒过你，也提醒过母妃，你们不信。现在出事了，又问我为什么不早些藏好。侧妃，做人不能好处全要，责任全推。朝音，盐场还能守住吗？能不能守住，要看今晚大家听不调不度。母妃，您现在带着院里老人和孩子去后院，不要让他们乱跑。林侧妃若愿意帮忙，就去清点水桶和湿布，火若被风卷过来，院里也要防。我去清点水桶。对，你不是一直说自己担心王府吗？现在王府需要你做事，水桶、织布、伤药、空屋全部清出来。你若做不好，就别再说自己只是担心。婉柔，去吧，照王妃说的做。清河，你带几个婆子照看老人孩子。阿彻，你还能跑吗？能，我只是呛了点水，腿没事儿。去找陈老七，告诉他别硬拦人。盐场那边先保盐袋，船能救几条是几条，人比东西重要，谁都不许逞强。你留在院里。我得去西湾。那边乱。正因为乱，我才要去。王爷会打仗，但你不熟西湾夜潮。今晚火接风势，潮水会从西南口倒灌。海寇若想撤，肯定走那条水路。或者王妃，她若出事，你们不用回来见我。王爷这话听着像咒我。那你就平安回来。别往火边凑，先救能救的，烧船的别管了。阿彻，你个兔崽子，谁让你又跑回来的？王妃让我来的，她说人比东西重要，让你别硬拦。王爷、王妃，你们怎么还亲自来了？这里乱得很，海寇刚从东边小道过去，怕是冲盐场去了。韩照到了吗？到了，他带人堵着后坡，可对方熟路，不像第一次来。岛上还有内应，今晚先不抓内应，先守盐。王爷，他们不像是要打下岛，更像是抢一把就走。他们是在试我们。是什么？是我们有多少人，谁说了算？盐场和鱼盘值不值得下次大队来抢？那就不能让他们看清。不能硬追，把盐袋往后撤，空棚留给他们。陈老七，叫属水性的人把水桶推倒，地面湿了，他们搬盐跑不快。阿彻，你带人去敲铜盆，声音越大越好，让他们以为我们人多。
这个我会，铜盆、木盆、破锅都行，能框响的全拿来。王妃，你这法子听着不像正经打仗。有用就是正经。压上去，把盐袋抢回来！不对，哪里不对？他们西侧还有一条小船，不是来抢盐，是接应撤退的。韩照，守住盐棚，我去西侧。别追太远，外面是暗流，往左边黑窑走，别走白浪那边。看见他们上船也别急，潮水会把他们往回推。你能让潮水帮我们？我不能让海听命，但我知道他什么时候翻脸。王妃说对了，他们船走不了。别追，守船守盐，清点人数。没人重伤，船和盐都保住大半。盐场如何？保住大半，船损了几条，但还能修，没人情况危急。那就好。姐姐，今晚的事是妾身想浅了，可若不是你见盐场鱼人，海寇也未必会来得这么快。侧妃怎么还这么说？明明是你白天拦着不让换船木和铁器，才耽误了。我承认我拦错了，可我也是为了稳妥。清河，你何必这样逼我？侧妃，今晚我不想和你争，但有句话你听清楚。海寇盯上的不是我，是这座岛会产盐，会出鱼，有船有活路。我们越想活，他们越想夺取。你若把活路藏起来，只能让大家撑得久一点，不能让海寇变善良。从今夜起，岛上所有粮盐、船、鱼篮调度，听王妃安排。护渔队由我和韩照统领，但行船潮汐、海湾布防，听王妃判断。王爷，这是不是太重了？姐姐毕竟……今晚若不是他，西湾船全毁，盐场也保不住。朝音，白日里是我误了事。母妃，以后海上的事，听王妃的。母妃肯信，就还来得及。是外海来人的传声好。王爷、王妃，他们没走远，外海有人喊话，说3日之后要我们交出盐场和渔场，若不交，他们就让荒海岛一条船都下不了水。他们3日后还要来？3日够不够你布一场局？够。海寇3日后再来，不会像昨晚那样只试探。他们既然开口要盐场和渔场，就是打算逼我们低头。若他们真来硬的，我们人手不够，护渔队才练了几日，能上船的人也不多。海上硬拼，咱们肯定吃亏。海寇的船比我们结实，人也更会在水上打。那就不在海上打呀，把他们引到岸边来，我们人多，总能围住他们。你当海寇傻？他们吃的就是海上的饭，能轻易弃船上岸？那怎么办？总不能3日后把盐场和渔场送出去吧？不送，也不硬拼，我们把他们引进这里。黑窑湾，那地方水道窄，底下全是暗礁，外地船不熟路，进去容易撞底，所以才选他。王妃是想让他们的船进得去，出不来。海寇贪盐，也贪渔场，他们以为昨夜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底，所以3日后一定会想直接抢盐场。我们把盐场外面的守备做得松一点，留一条看起来最顺的退路。那条退路通向黑礁湾。没错。可他们怎么会信？他们又不傻。他们不傻，但他们贪。若有一张图告诉他们，那条水道能避开护渔队，直通盐场后路，他们就会动心。王妃，你想故意放图出去？
这法子险，若别甲图没到海寇手里，白忙一场；若真图被偷了，咱们反倒危险。所以从今天起，真图只放在我和王爷这里，外面流出去的都是假的。你怀疑内应还在？不是怀疑，是一定还在。姐姐，刘平已经被关了，海寇昨晚也没占到便宜，你现在还说府里有内应，会不会让大家更……怕也比装作没有强。侧妃若不想怕，可以不听。朝音，若真还有内应，你能抓出来吗？能不能抓出来，要看他还动不动。这3日，我会故意让几处消息露出去，谁去打听，谁去传话，谁接近留下痕迹。姐姐这样查来查去，王府里人心会散。人心不是查散的，是有人做错事才散。韩照，你带护渔队练2件事：第一，船上听令不许各喊各的；第二，见海贼败退不许追远。属下明白。王妃担心他们故意引我们入深水。对，昨晚他们退得很快，说明他们熟这种打法。我们船弱，人也不属水战，一追就散。护渔队我亲自带。王爷伤还没好，我只是带队，不是去逞勇。王爷最好记这句话。3日后，你若逞勇，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叫回来。好，到时候我听王妃的。你们站船都站不稳，真遇上海盗，只会拖后腿。你们会拿刀有什么用？到了水上还不是晕船？昨儿个谁扶着船缸，秃的脸都白了。都闭嘴！想吵，等海寇来了再吵给他们听。现在，旧部学看水，岛民学听令。谁觉得自己什么都会，就先站出来和我说。3日之后，你们若学不会配合，只要等你们自己乱。王爷说话还挺吓人，吓人有用就行。王妃，我带人探过黑妖湾了，退潮后能看到3处暗礁，涨潮后全埋在水下。若船从东边进去，必定蹭底。西边呢？西边看着宽，其实底下有回流，船进去不难，出来会被推回礁石边。王妃，这孩子说的没错。若按你的局，最好在西边留一个夹口，让海寇以为那里能撤。你们今晚再去一趟，把能做标记的礁石记下来。3日后，咱们自己的船不能误入。我记得住，王妃放心。记得住也别飘，你若被海口发现，后面的局就白布了。我知道，我不乱来。太妃说这些都给王妃用。太妃说王府库里也没什么好东西了，这些布本来是留着做衣裳的，如今能做船帆，就先拿来用。王妃，太妃这回是真愿意帮忙了吧？算是吧。以前太妃总护着侧妃，奴婢还以为她永远看不见王妃的好。人不是一日变的，她肯拿东西出来，是因为昨晚真的吓着了。至于她心里怎么想，还要再看。那些布够吗？够改2张小帆，不够也能先用。库房里还有些旧绳，但不多。你若要，那些旧绳是王府最后一点能用的东西了，若全拿出去，先给王妃。是。母妃放心，这些东西我会记账，用在哪里，谁领走，最后剩多少，都会写清楚。我不是怕你贪，从前总觉得王府的体面不能丢，可昨晚我看见火烧起来，才知道体面挡不住海口。母妃能这样想，岛上能少很多麻烦。你说话还是这么直。现在时间少，说话绕弯子容易误事。去忙吧，婉柔这几日也会帮你记账。是，太妃，姐姐有事吩咐我便是。之前是我想的不周全，这几日我会好好帮忙。那就劳烦侧妃把库房进出的东西记清楚，尤其是图纸、绳网、旧布，谁拿过都要写。好。王妃，您真信侧妃会好好帮忙？不信，让她记。那还让她记以为自己能碰到要紧东西？这几日内应一定会急，海寇要来，他们必须弄清我们怎么布防，谁越想看图，谁越有问题。王妃是故意的。林婉柔未必真和海勾结，那侧妃会不会？她还没蠢到亲手王府送给海寇，可她太怕我立功，也太想给自己留路。这样的人未必会主动害全岛，但会在关键时刻做出自以为聪明的蠢事。王妃，这要是被咱们自己人误用，也会出事。所以真图只给你、王爷、陈老七和阿彻看，其他人看见的都是这张。你想让他被偷？对。你越来越像设伏的人了。王爷不喜欢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幸好你在我们这边。
王爷现在才觉得幸运，会不会晚了点儿？不晚，来得及。王妃、王爷，黑蛟湾的标记做好了。七叔说明晚潮最急，后晚也能用。海寇3日后来，正好能撞那股回潮。很好，他们要的不是盐场和渔场，是我们低头。那我们就让他们知道，这座岛不是他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缺口已开，半个时辰后动手。王妃，侧妃身边的小丫鬟刚才去了议事棚，拿了什么？奴婢没敢靠太近，只看见她在放图纸的桌边停了一会儿，出来时袖子鼓了一点。没惊动她吧？没有，奴婢照您说的，只装作去送水。做得好。王妃，要不要现在抓人？万一他真把图送出去？不急，他拿走的是我想让他拿走的那张，就是那张假的。可侧妃为什么要偷图？她真要帮海寇？他未必觉得自己在帮海寇，也许他只是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，也许他想证明我不妨有漏洞，也许他以为拿着图就能在王爷面前多一分筹码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他还想着争这些？所以人心比海难测。图被拿走了。确定是假图？确定。那张图上标着的安全水道正好通向黑瑶湾。你早料到他会动。我只是给他机会，他若不动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可他动了，开战之后再处理他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王爷、王妃，外海有动静，黑帆船3艘正往仙蟒西望，船速不快，像是在等什么信号。他们来了，那就收网。王妃，他们真会上当吗？会上。他们若不信那张图，就不会绕到西湾外侧。现在船头已经偏了，说明他们在找图上那条安全水道。王妃，那条海道根本不安全，他们一进去，船底会不会直接撞上暗礁？不会立刻撞，涨潮时那片礁石还没露出来，他们能进去，但再过半个时辰，回潮会从西口倒灌，船身一横，他们想退就难了。这就是最险的地方，若咱们算错1刻钟，他们没被困住，反倒能直接冲到盐场后面。王妃，要不要现在动手？趁他们还没进湾，先把人吓退。不行，现在吓退，他们下次还会来。只有让他们吃一次暗亏，知道这座岛不是随便能啃的，他们才会怕。听王妃的，所有人按原计划，不许提前暴露。王爷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担心，但现在担心没用。既然把剧交给王妃，就要信到底。王爷这话我爱听。七叔，你听见没？王爷都说要信王妃。他们在传信，多半是在对照图上的水道。王妃，他们真往黑蛟湾去了。再等等。还等啊？他们都进去了？没近身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安全了。越急越容易乱。你若想以后做探子，先学会等。王爷，我记住了。那艘船有问题，他们比我想的谨慎，留了一艘在外面。要不要先劫他？不，先让里面2艘动不了。外面那艘若要救人，就必须靠近湾口。他一靠近，陈老七的人就能封他的侧路。老汉的人都在礁石后藏着，只要他们敢进来，我就让他们知道，这片礁不是白长的。七叔，你这话听着也挺海劲的。撞上了。还没到时候，那只是擦底，不会困住他们。等第2艘也进湾，只差最后一步。等他近身，黑蛟湾就会替我们关门。现在，点灯。不好，中计了！这不是安全水道。王妃，他们慌了，
蹲下，见不长眼，别把自己送到他们面前。我不动，我就是高兴。高兴也忍着，等赢了再笑。就是现在，左边放绳，别让他贴脚。王妃，这法子真成了。别急，他们还没彻底乱。海寇首领若在船上，一定会想办法强冲。别管严了，往西口冲，把那几条小船撞开。是郑瑶，他在船上。他就是海寇首领。就是他，这几年抢我们船、烧我们网的人，都是他手底下的。王妃，我阿爹当年就是被他抢了船，后来才病倒的，不能让他跑了。阿彻，我知道你恨他，但现在不是你逞气的时候。你若冲出去，只会让他抓住机会。想报仇，就先活着，活着才能看见他输。我听你们的。王爷，再让他撞下去，湾口要开了，能不能收网？还差一点。差什么？潮水还没完全关门。王妃，再等下去，他们真冲出来了。王妃说的对，潮要回冲了。韩照，别往前压，往后退2丈，让他们自己撞小口。按陈老七说的退。每个人员，快冲！撞了，他撞上了！谁给老子的土？这条水道根本不通。回去之后，再查图从谁手里出去。不急，先把这场打完。来！这群混账，抢不走就糟蹋！别管银，封人，盐以后还能晒。人若跑了，下次还来。韩照，逼他们弃船，不许追进深水。小雪、沈朝英，你们今日靠这片破礁赢一回，不代表次次有这样的好运。荒海岛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，下一次你未必还有船能走。一个败军王爷，一个下海捡被曹的王妃，倒真把自己当这片海的主了。等我上连一张渔网都不会剩。郑妖，你下次来之前，最好先问问潮水答不答应。就是你画的图。你猜？王妃，你这句话好气人啊！他肯定气死了。那就让他气着。王爷，他们已经乱了，若现在追，说不定能把郑郊拿下。不追，外面是他们熟的水域，我们今日赢在地利，追出去就是把地利让给他们。王爷这次没逞勇，值得夸一句。王妃夸人一向这么勉强。王爷想听好听的？可以听。今晚你指挥得很好，若没有你压住护渔队，他们早乱了。你也一样，没有你，这片海只是险地；有你，它才是我们的局。先清点损失。王爷，这是军中制式。什么意思？海寇不能有这些？普通海寇不该有大型军器。所以有人在背后给他们东西。您战败后被流放荒岛，海寇立刻盯上这里。如今他们手里还有军械，这不是巧合。有人不想让我活着回去，也不想让荒海岛活起来。可我们只是想吃饱饭，想守住渔船和盐场，怎么还扯到朝廷的人了？3日局赢了，可后面的局怕是更难。难也得接。你不怕？怕，但在海上怕归怕，船还是要往前开。都别急，王妃说了，船板能拆的拆，铁钉能收的收。谁要是乱踩坏了东西，今日记功分的时候就扣他的。你倒是会拿王妃的话吓人，管用就行。七叔，你看他们这不是都老实了吗？哼，你少得意。昨晚若不是王妃拦着，你差点就冲出去追郑阳了。我以后不会了。王妃说的对，想报仇先得活着。记住就行。王左万妃缴回来的东西都清点好了，盐能用的不多，但船板和铁钉不少，还有那箱军器，王爷让韩侍卫单独看着，别让人乱碰。王妃，
王爷在议事棚等你。姐姐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恨我，可我真的没有想害王府，我只是害怕3日后海寇真的打进来，害怕王爷出事，害怕母妃和大家都没了退路。所以你偷走了图？我让丫鬟去拿图，是想知道若守不住延长，我们能从哪里撤。我没想到那张图也会落到海寇手里。你的丫鬟已经招了，她拿到图后想出门找你安排的人，半路被一个陌生男人拦住。那人说是你让他来取东西，他就把图给了他。王爷王妃，奴婢真的不知道那人是海寇的人。王爷，我没有让他把图交给外人，真的没有，我只是让他拿来给我看，我没想过害你。你没有想过害我，可你也没有想过信我。王爷，你怕海寇，怕朝阴立功，怕自己在王府没位置。你每次都说自己只是担心，可每次出事，后果都要别人来担。婉柔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王妃已经把事情安排好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背着大家碰图？母妃，我只是怕姐姐把所有人都带到险地里。您从前也说过，姐姐行事太冒进，我只是想替您和王爷多看一眼。林婉柔，你到现在还在拉母妃替你分担。你若只是害怕，可以问我，可以问王爷，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说，可你没有。你选择偷偷拿图，选择私下流露，选择把自己的心安放在所有人的安危前面。那姐姐呢？你敢说你没有私心吗？王爷如今信你，连母妃都开始向着你，你赢了，自然能站在这里说我错。可若昨晚输了呢？难道还能像现在这样来气壮你呢？你偷图的时候想的是一起担，还是自己留一条路？林婉柔，从今日起废去侧妃名分，你仍留在岛上，但不再住王府正院，也不得插手王府和海防事务。你要废了我？王爷，我陪你一路流放到这里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不能因为姐姐几句话就这样处置我。不是因为她几句话，是因为盐货被扣，鱼篮被毁，你明知海寇在外，还偷走，都不是小事。够了，婉柔，是我从前太偏袒你，让你觉得只要哭一哭，什么事都能过去。可这一次过不去了。母妃，连你也不要我了。不是不要你，是不能再由着你错下去。王妃，侧妃会不会还不服？她服不服不重要，那什么重要？她以后不能再误事，这就够了。那朝廷军器的事怎么办？海寇手里有军中东西，是不是说明有人还想害王爷？是，韩昭已经带人查过，那批箭头出自西南军器舰，若要追下去，会牵出朝中旧案。你要现在追吗？现在不追。从前我总想着回京，想着洗清战败的污名，想着重新拿回兵权。可昨晚我忽然明白，若这座岛守不住，就算我知道是谁害我，也没有用。证据我会让韩昭暗中送给可信的旧部，朝中那只手迟早要查，但不是。所以先建岛，先建成。海寇败了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朝中有人不想我们活，我们更要活得让他们看见。盐场、鱼篮、船坞、码头都要建起来。护渔队也不能只叫护渔队。王爷是想建水军？现在还叫水军太早，先叫海防营。王爷终于不嫌从养开始练兵寒酸了。我没资格嫌他寒酸。都打稳了，别漏了潮。这儿的桩子歪了，潮水流不畅，得重打。王妃，您看我像不像正经兵？像，就是脸还太嫩，海寇看了可能以为你是来送鱼的。王妃，您夸人就不能夸完整吗？能，等你再稳重点，我夸你一整句。那他怕是要等很多年。七叔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我是王妃这边的。母妃这是做什么？这是觉儿祖母留给正妃的东西，从前我一直收着，总觉得你性子不稳，撑不起王府。如今想想，是我看人太浅。朝音，从前我总拿京中规矩压你，也偏信婉柔，让你受了不少委屈。你若心里怨我，母妃我不敢说不怨，但荒岛要往前走，王府也要往前走。以后您若还愿意帮忙，我也不会总翻旧账。好，收下吧。这不是补偿，是我承认你才是战王府的正妃。唉，王妃，不是我们不信你们，是这片海从前海寇太多，我们若把船靠上来，万一走不了，满船货都要赔进去。掌柜的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我们海防营就在码头边守着呢。正咬那伙海寇都在黑礁湾吃过亏，你还怕什么？小兄弟，话是这么说，可做买卖的人最怕一个万一。掌柜的先看货，若货不好，你不靠岸也正常；若货好，你再算算值不值得冒这个万一。这盐真干净，鱼干也好，没有霉味，咸淡正合适。海
海菜珍珠贝也在岸上，你今日不收，下一艘船靠岸就未必还有这个价。王妃别急，我没说不收。这样，盐我们全收，鱼干和海菜也要。若下月还能有货，我们愿意提前付定钱。王妃，提前付定钱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们怕下回来抢不到，先把钱放在咱们手里。以前都是海寇抢我们，现在轮到商船怕抢不到我们的东西了。这话听着怎么这么痛快？以后会更痛快。王爷，为什么不叫荒海城？咱们这里不是一直叫荒海岛吗？荒海是别人给他取的名字，临海是我们自己取的。那还是临海好听。你这小子就会耍嘴皮子。从前我总嫌你不像王妃，现在我才知道，王妃不是坐在高上等人伺候的人，能在大快活不下去时把人带出来，才是真正撑得起一府的人。母妃说的不全。哪里不全？他撑起的不只是一府，是这座城。王爷，当着这么多人说话能不能稳重些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从前可不是这样。从我不知道自己娶回来的王妃能听懂海，现在知道了，会怕吗？怕我来历不明，怕我懂得太多，怕我有一天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。怕。可我更怕你明明在我身边，我却因为怕就把你推远。小爵，这座城不是我一个人救回来的，是我们从海里捞出来的。那以后还要劳烦王妃同我一起守。海的孩子，你终于找到自己的岸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